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魅力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魅力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突然发现站了好久，又不知道要往哪儿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说，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想不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附和？舍不得，却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想起我？对留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
是有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说。我想我宁可都沉默，其实反而显得做作，也把信仰充满剥落。那条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附和？舍不得，却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留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从来不懂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房子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晨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疯子摇动着灵魂，贴着每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
推开关了的门，再缝上两个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推开关了的门，再缝上两个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我觉得我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哦，忘了我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不必在乎我是谁。我想你说的对，寂寞使人憔悴，是寂寞使人心碎，恋爱中的女人才美。我想我做得对，我想我不曾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好好爱一回。其实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哦，忘了我是谁，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其实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哦，忘了我是谁，女人
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我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曾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好好爱一回。多简单，爱情是多简单，爱情就像昨晚的梦，清楚模糊。多简单，像第一次你爱不爱，你说爱爱，多美丽回答。它轻轻地掠过，不愿落下。这一些热的、烈的情和苍白的伏笔，多散散落。那些忽而现，又有时隐而不见的飞，啊洒寒落。那些抓也抓不住的，才是真的。多简单，爱情。它轻轻地掠过，不愿落下。这一些热的、烈的情，都你啊，多透明。散落。那些忽而现，又有时隐而不见的飞，啊洒寒落。
微风吹着秋雨。不必收藏我苦澀。外语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哪怕有眼泪，眼泪找不到北，换一个称谓，也不会讨厌讨厌。可以试试喜欢，不要彼此委屈，没有什么值得表演。就算很有感觉，不必当作信仰，没有因为，没有所以。不带预设表情和你到处走，走到哪儿就算哪儿了。妈妈若要有让，当然就很好，没有用又怎么呢？语气言不由衷，起哄着，天造地设，勉强是巧合。如果还没到时候，现在就是时候。哪有什么从前以后，我们不清不楚的感动，眼眶红过就有始有终。只要亲吻1分钟，就昏迷1分钟，难道不会好得多？我表示理解，哪怕有眼泪，眼泪找不到北。亲爱的宝贝，换一个称谓，也不会讨厌讨厌。可以交换礼物，不是期待满足，没有什么值得谁等。足够心知体会，不必浪费忏悔，没有完美，没有绝配。何必心存侥幸，何必太羞耻，拥有与会老的，鼻子耳朵眼睛自己会思考，没有什么想不通。语气言不由衷，起哄着，天造地设，勉强是巧合。如果还没到时候，现在就是时候。哪有什么从前以后，我们不清不楚的感动，眼眶红过就有始有终。不如浪费1分钟，就留下1分钟，难道不会好得多？我表示理解，哪怕有眼泪，眼泪找不到北。亲爱的宝贝，换一个称谓，也不会讨厌讨厌。眼淚兩行讓你冒。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事，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号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日记本里页页记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缠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矛盾是你总是将就，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事，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日记本里页页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缠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矛盾心里总是将就，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矛盾心里总是将就，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悬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爱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太低了。原来我和你的世界
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亲切。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眼光若能够坚定些，就不会在乎那一切。不懂得爱就拒绝，就让它忽略。前面的路就算重叠，那也是我要的时间。我不会少的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翻过的最远处。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干净，这城市拥挤的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人潮中怕失散，所以轻轻拉你的手，一刻不放松。不放松，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比想象谁都懂。我的心是被你设定的闹钟，提醒我想你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
抚平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你是情人还是朋友？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总是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再生的吻，我从海上来，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总是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会用尽全力气，却换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救赎心情，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总是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心开始颤抖。当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上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颤抖，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将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放放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除了累了，当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谢谢二爷二爷。好久不见。
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大门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都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心凉，像是种信仰，我真这么想。再被你提起，是黎明代谢，谎称是旧情，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便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心，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手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大门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这怎么想？再被你提起，也是黎明代谢，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便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机，哪来的勇气？这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漫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不语，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飘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漫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但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希望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间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间会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
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间停下来回头，想再一次习惯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什么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你不什么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这个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一段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别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还能忍住泪向你告别，挥手。太难了。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什么破歌？
持久。有几当一个人怀疑自己的时候，本来甜美你的话，现在只像在吵架。如果没有人先承认自己还爱对方，爱就变成挣扎。什么调？不好意思，必须得从头听，要不然听不出什么调。爱不可能持久，尤其当一个人怀疑自己的时候，本来很甜蜜的话，现在却像在吵架。如果没有先承认爱了，这个调真的很难调。尤其当一个人怀疑自己的时候，本来很甜蜜的话，现在却像在吵架。如果没有人先承认自己还爱对方，爱就变成挣扎。爱不可能持久，尤其当你开始怀疑我不爱你的时候，本来想牵你的手，现在只觉得尴尬。如果没有谁先承认自己还爱对方，爱就变成挣扎。我不想失去你，又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爱你明明就在心里面回答。我不想失去你，又不知该如何表达。什么？累了，歇会儿。不要想我了，你就不要想我了。不知道是啥歌，我没点歌，不是让我歇会儿，聊聊天吧。叨叨是不是睡着了？
在打呼噜啊？没听见吗？看看叨叨，啥你都看。我不想失去你。好骚的睡眠质量，而且你们看啊，就是我把他的那个卧室门关上了，就他非得打开，然后他打呼。多牛逼吧，你就说。想参与下部戏的那个拍摄，后台私信了。我下一部戏没说要拍啊，谁跟你们说我要拍下一部戏？我没说要拍下一部。谁跟你们说？我这个墨镜带度数的，所以看的就很清晰。我不想失去你，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天天说我打呼噜声大。来这边他就不敢打呼噜。来这边他就不这么打了。二把刀是个变态。我把门关上了，他还说他打开，他就是个变态。我不想失去你。还停止呼吸，他不停止呼吸，我停止呼吸。我的那个停止呼吸的就是会比较长，我1分钟最高停止是57秒，1分钟有60秒，我有57秒是暂停的。那个时候就是二把刀可能就怕我死在他床上，死在他旁边，他担责任，所以他就我俩就去医院看了一下。
现在怎么样？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也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枕头有关系。我现在枕头就非常非常高，你要不高的话，就是呼吸不上来，你枕头就非得非常非常高。我现在是12厘米的枕头，记忆枕。这有打呼噜的，其实你们可以枕高枕，但是高枕还有一点就是不好的，高枕就是会让你就是脊椎有问题。怎么的都不好，就是有这个问题，就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大多数胖子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不能失去你。减肥运动一下，我才不运动呢，还不如让我那个啥呢，割肉呢，才不运动。枕头太高，脖子会痛。你买记忆枕，你不要买那种就是荞麦枕，荞麦枕肯定会难受。荞麦枕肯定会难受，你买记忆枕，记忆枕其实就没有那么夸张。但记忆枕，你要买好的，买好的一点记忆枕，对，它可以会就是那个，它会有支撑力，又有点弹，又有点支撑力，买记忆枕。我现在除了记忆枕，我其他枕头都枕不了，经常会有问题，包括我还喜欢侧睡，你要枕头不够高的话，你其实这肩膀就特别难受。所以我侧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肩膀内扣，所以就哎呀，这是太复杂了。我不想失去你。睡觉不老实，呼吸机不得劲儿。呼吸机如果说这个人感冒的时候，他是呼吸机也没用的，对吧？你呼吸机它是不感冒的时候用，你要感冒了的话，你用的是非常非常难受。呼吸机就等于就是你就在你的呼吸机是什么概念呢？呼吸机就是就是往你鼻子里就是吹气，那个感觉就是往你鼻子里就打气，这样你就能呼吸的会比较开。但你呼吸机用多了的话，可能会鼻腔就会比较的干燥，而且会依赖性。你想想，你鼻子就总往里边打气，那你突然就不打气了，其实你就非常不习惯，所以那个是非常有依赖性。但确实是能让你呼吸畅快，辅助你呼吸嘛，它就属于。而且我看有的呼吸机它是那个鼻孔的，就是有那种往鼻孔里吹气，然后它那个鼻孔就变大了，就是变成猪鼻子了，老吓人了。所以就是我都买面罩的那种，就像就是那个打氧的那个面罩那种。根本不好用。减肥，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减肥，然后把鼻子的多余的那个就是一些肉割掉，比如说你鼻子里有息肉、有骨头，多长出来的增生的骨头，这都把它切掉就好了。至于我身边切完鼻子的人的回馈，他们说切完鼻子以后就是非常舒服了，就不会憋得很难受了。所以二把刀就一直让我去切这个做鼻子这个手术，因为我鼻子多长出一块骨头，所以就现在其实就是在可能有这个方法可以解决。
我不想失去你，也不知该如何表达。鼻中隔的问题，就增生嘛，就增生。我觉得它就属于就鼻子多长出一块儿，就增生，你们就可以理解，就是对，反正它就是属于鼻子的一个变异嘛，就好比你手指上多长了一块小手指头那种感觉啊，它多出一块，导致了呼吸不顺畅。你们听，就是正常的呼吸就是往出呼气是这样，这个声音啊，你们能听清是不是啊？就这样，其实算是比较正常的。你们感受一下啊，左右鼻子的呼气声，这是正常的。我这个鼻子是这样的，就它这块堵着一点。不一样，两边的那个气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们要检查自己鼻子有没有问题，其实你们就检查一下，对，鼻炎鼻窦炎，对，有点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直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鼻子这一块的问题，直接就是你就是会有鼻炎了啊。比如说你擤鼻涕的时候会有白色的那个黏状的那种就是那种粘液，那个其实就是鼻炎嘛，就如果说你正常的擤鼻涕的时候，那个鼻涕是一滩的那个鼻涕没事儿啊，我觉得那个鼻子算是健康的，但你一这样就往出那个擤鼻涕的时候，然后是白色的粘液的小块儿，那就鼻炎了，就鼻炎了。那个白色粘液的小块就导致你呼吸不顺畅了啊，这个就是分泌物了，就属于啊。你可以自己就是检查一下，自检一下。但是鼻炎、中耳炎还有咽炎，其实这个都算是常见病，这没办法，这个真没办法。胡子白了，我胡子都刮了，你们还能看见白了。我胡子都刮了，我不想失去你，也不知该如何表达。其实我之前我一直都不太出屋的。我之前我不太出屋，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说，胡子会有什么。而且我说实在，我去的地方好像也都是那种，就不会有那种普通。就我去的可能都比较高档的地方，所以我几乎感受不到说，那个成都医护什么络腮胡什么都是 gay 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近几年其实出去，就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比如说我跟二把刀是点同嘛，跟他出去，然后就周围的人都会指指点点，就说哎，他是同性恋，那个是同性恋，这一看就是同性恋，那是不是同性恋，就会有这种声音。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感受到，所以别人说的时候，我其实我一开始我不介意。但我现在我其实有点介意，所以我就把胡子都刮了。我其实我有点介意，我就把胡子刮了。而且我觉得我刮胡子，其实因为我正常的就是我平时演戏的时候，我也总是以没胡子的形象去演戏，所以我觉得我刮胡子其实没有特别让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刮胡子也不像别人说
刮胡子那么大的那个反差，我觉得我刮不刮都一样。我习惯了我自己有没胡子或者有胡子样子啊。你喜欢有胡子的？我不太喜欢有胡子的，我也不太喜欢自己有胡子。真的会被指指点点吗？我不知道他自己生活是什么样，反正我跟他出去玩几回，反正我大概听到4次这样的指指点点了。我跟他在一起大概有4次，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半年多了，有4次我听到的。其实我每次听到，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就是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想赶快离开。其实别人说你是同性恋，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就是会想快速逃离。人家可能也不是说坏话之类的，人家就说同性恋之类的，但是你就想赶快离开，反正他听不见，二宝他听不见，我能听见，我就想赶快离开。你现在还介意？我当然介意啊！我介意我才剪的胡子呀。在一起多久了？不刚说吗？在一起8个月。是8个月吧？是吧？同性恋是贬义词吗？我不论他是不是贬义词，我不喜欢别人议论我。我其实，你看我玩互联网，我其实有很多黑粉，但是我其实感受不到谁说我谁不说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对，我没有那个同性恋的群，也没有那种交友软件之类的，我没有。包括我现在只有一个那个抖音嘛。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我接收不到别人对我的评价，我其实挺介意的，但是我接触到，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是我听说他可能对我撒了谎，或者说对我不太友好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会难过，但是我表面上我就说无所谓我也没在意过他那种，其实就很自我安慰，就是说他呀，其实心里很难受，就是说他怎么会说我坏话呢？但是就是表面上就说无所谓不知道他是谁就那种。我就是不喜欢被别人议论，就不喜欢被别人议论。去我这出差，你去哪儿出差呀？我专辑快卖完了，而且我去哪儿啊？去哪儿找我去？去哪儿逮我去？直接联系2把刀就行。不舒服感觉就要避开，就是我觉得没必要跟任何人强去对抗。我觉得包括感情里也是一样，我觉得不舒服的感情可能你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面对一段感情你舍不得放弃，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去就是勉强自己，其实会让自己很消耗。所以也不要去为难别人，也要放过自己嘛，那就不要去对抗。我觉得现今的社会里大家都不要去对抗嘛，就
就是柔和一点，对，柔和一点。反正我现实当中跟人不太对抗，我可能就是近期对抗都是因为二把刀，近期对抗都是因为二把刀。二把刀总惹事儿，你知道吧？二把刀就惹事儿。二把刀是那种惹完事儿了以后，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不是乖乖了，然后不吱声了，然后就是来找我来了，那种，然后把自己气得要死。他怎么惹事儿？他经常惹事儿。那他是一个憨憨，他不太柔和，他在现实当中其实是非常不柔和的一个人，他不知道怎么去，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跟这个社会有点脱节了，他有点。他最怕就是别人说他娘，说娘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吧。我觉得是 gay 都会有一点点娘，就是只要你是 gay 的话，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娘，要不就行为上，要不就心理上。就哪怕这个人说你行为不娘，但是你性格娘们唧唧的啊，也会有人这么形容。我觉得是 gay 都会有一点点娘，就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啊。包括我现在看有一些直男他也娘，对，有一些直男他也娘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就有一些艺人嘛，比如说那个黄子佼，你们知道黄子佼是吧？那个黄子佼我一直以为他是 gay， 结果他结婚了，还做出一些那个特别毁三观的事情。那黄子佼多娘啊！不是，你蔡国庆结婚可能是那个年代的问题。对，黄子佼他是那个就是他行为很母的，然后他居然会拍，就是会拍别人的视频，就是女性的视频。对，康熙那个，对啊，还和小 S 谈过，对。不是黄子佼，他叫黄子佼。所以有一些直男他也娘，他也母了吧唧的。这个东西，现如今我觉得大家审美确实是有一种病态，就是你像那个，我觉得有一些艺人，就是现在当红的那种古偶艺人，他们都有点娘。那你咋整？那女的喜欢这种。我不想失去你。其实直男的问题其实比咱们还多。你像别人会攻击咱们娘啊，什么什么，这个那的，但是直男你看，要不就是那个猥琐呀，要不就是那个没担当啊，要不就是那个，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嘛，对吧？所以就是每个群体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你看现在女孩被说拜金呐，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就是他们只是人数多，然后爱去点评，爱去攻击别人。就好比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做自媒体也经常会被一些网友喷呐，就是怎么样的，因为你是特别的嘛，他们接受不了特别的东西明白不？就是为什么你会被喷呢？因为你特别，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不这样，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这样，就你这样同样的道理就是就是比如说你是富人，
他们都是穷人，那穷人一大帮人就指责这个富人，啊，因为你有钱，啊，所以我就指责你，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就很现实嘛，就是大家就是理解了就能宽慰一下自己，有很多人跟你不一样，他接受不了跟他不一样的，啊，好温柔，我一点儿不温柔。我一点儿不温柔，你熟悉我都知道我不温柔。我不想失去你。我们都受过伤，我觉得我这还不算受伤。我觉得受过伤是真的身体上受伤，我觉得我的心里吧算是比较不矫情的人吧，我觉得我真正受过伤，我觉得应该算是我10几岁的时候会算是受过伤，就被我爸的教育方式伤害过，被老师的教育方式伤害过，我觉得这算是受伤，其他我没有。我身体也没受过什么伤，心里也没有。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就是抖音上有一些老师啊什么的，就是什么收礼啊，什么打学生啊，然后被声讨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开心。就是只要网上有任何一个老师收礼，然后被曝光，然后什么打学生被曝光，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解气。因为我小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事儿，但80后90后经历这种事儿，可能就是太常见了。我可能就是生错时代了。就我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老师打我，然后我就不上学了。老师对我不好，我不上学了。但其实对于80、90后，我那个年代的人，他们都就是周围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我有点矫情，或者说有点就是太对之前的人是这么想的，就我身边人，包括我父母。我妈还好，就是我妈会觉得说不能打我家孩子，但我爸还有我周围我哥哥姐姐啊什么的，他们会觉得被老师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我接受不了，我就辍学了。所以就是我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一个比较矫情的、比较奇葩的一个人就因为跟老师关系不好，我就不上，我觉得这个老师没有师德，然后觉得这个老师，就方法方式太差劲了，对，所以我是那个勇敢的人。是不是你对象被打你也非常生气？是不是你对象被你打也会非常生气？啥意思？对，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属于我们那一代，包括我们班同学，可能都对我记忆比较深刻，因为我是那种不服打的人，你打我一下好，我不念了，就那种，我是有这个脾气，而且老师打我，我不会还手，但是我会反抗的意图就特别的强，我就属于那种揭竿而起的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你现在你打一下孩子试试，但是现在还不一样了。你说现在的老师被宠成什么样了？现在的老师好像他妈的，现在的老师都觉得说那个我在学校教完了，你在家里你们要管孩子怎么样？就是摆出那个态度。我们那个年代说白了，老师我们那个家长没有时间去管孩子呀，墨镜是啥情况？因为我怕光，我就是因为
总是晚上看手机，然后白天不出门，所以我很怕光，屋里光比较重的时候我就要戴眼镜。不过我对严格对我的老师很感恩，我不感恩。我觉得所有的老师打你，你都要反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老师其实打你不是为了你好，就不是说所有老师都打你都是为了你好，你要分得清楚。有一些老师其实他就是比较，对，他可能就是比较，可能他的老师也是这么当老师的，有些老师缺德，因为我永远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结的姻缘不一样，什么姻缘？还是自己的心态比较重要吧。这个叫王小胖的，你会觉得说，老师其实都挺好的，对吧？老师，你是会觉得老师都会比较的正确，或者说，都会，他都是爱财才会打你之类的，是不是？过去结下来的缘分，抱歉，不用抱歉啊，不是那个王小胖，你听我给你讲一下我们的班主任，然后你再去评判一下，好吧？我给你讲个故事，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班主任然后你再来评判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有你的观点，然后你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就是你来评判一下这个老师的出发点，他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他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每个人结的姻缘不一样因为你现在有你的观点，那我说一个具体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班主任老师就是我这么说吧，我就不说关于我的事儿了，我就说关于我们班级的事儿，因为关于我的事儿，我觉得太主观了。就是我们班级呢，就是我们是城镇的学校，然后呢，我们班级吧有一个，我们班级不能说吧，我们班级里边有一个学习不太好的一个同学，因为这个同学可能他的智力有一些问题，好像就是他被电瓶车撞了，然后撞了可能就他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是我们班级最后一名，然后他平时说话呢也是会比较闪躲，也比较就是就看着跟正常人有点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补课的习惯了。那补课是什么意思呢？就补课，那个时候的补课就是我老师在补课班里边要讲书本上的内容，所以呢，这就强制的所有同学都得去补课。你要不参加补课的话，书本上的内容在课堂上不会再讲了，所以就用这招，他就必须得补课，而且那个时候是严打，就是教育局严打，就是私自办补习班的一个事儿，当然他就补课嘛。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班那个就智力有点问题的孩子吧，其实他家里吧就觉得说他已经学习很差了他学习已经很差了，他就想着说中学毕业之后，然后就上一个中专，
就混混日子就完事儿了。所以呢，这个家长吧，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就不用去补课了，所以就是补课也是浪费钱。这个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就是混完初中就完事儿了，但是因为他不补课，我们这个所谓的班主任非常的生气，因为所有人都来补，就你不补，导致了其他也有几个人也不补了，那你这不就属于带头的那个不补课吗？所以他非常生气。每次考试，这个孩子还总是倒数第一名，我们班的倒数第一名。他就有一天补课的时候，当然要交钱了，当然要交钱了，补习班都会交钱。有一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在补课，马上放学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主任就对所有同学说，包括有班长啊，有学习委员，包括一些班干部，对着我们所有人都说，这个不补课的咱们就不要他了，不补课的咱们就不要他了。班长都是你带着所有的同学去那个不补课的人家里边去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来学校了。当时因为我是14岁，我比较早熟嘛，我就觉得说这个老师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因为你不让人家学生上学，人家交学费了。因为我14岁，我比较早熟，因为我就懂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班同学其他的同学不懂，因为他们平均比我小1-2岁，所以他们就不懂，然后就听老师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班长和那个学习委员带着20多个同学，就真的去了这个同学的家里边。这个同学的妈妈在家，然后班长带着同学就敲别人家玻璃的那个玻璃窗，梆梆梆敲，然后就那个妈妈就出来了嘛，那个家长就出来了嘛，就说你们干什么呀？然后那个班长就带着同学们就说你因为你家孩子不补课，导致了我们班的平均分特别低，所以能不能让你家孩子别来耽误我们学习，别来影响我们的成绩，就不要来了。然后那帮同学就左一言右一语的在那块起哄，这个家长非常的生气，我在旁边也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是比较早熟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清晰这帮傻逼同学在做什么。结果这个家长拿着扫把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其实这个最值得生气的点是什么呀？是这个傻逼老师吧，因为是老师让学生做的。学生13、14岁、12、13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是不是这个老师的问题啊？是女老师，对的。你来评价一下这个王小胖，你来评价一下，是你还坚持你自己的观点吗？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所以我没有主观意识，我没有主观的就是说我站在我的角度去就生气之类的这是我作为一个14岁、13、14岁的一个孩子，我的视角。所以有些老师其实就是不配为人，他连人都不配。有些老师真的就太差劲了，所以别再为什么所谓的老师去辩解了。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而且我步入社会了以后，我才真的发现，其实老师就是一个职业。
你别跟我说你想做桃李满天下的一个心情的园丁。好，有这样的老师极少，极少。能做到这样的老师，为人师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播种者，一个园丁，这种人太少了。现在的人，我跟你们说实话，现在的人就觉得老师是一个好的体面的职业而已啊，只是因为这个，真的能有几个老师真的做到说，哎，我打他是为了他好？其实老师的出发点你真的你不了解，就好比大人的出发点，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饺子，但我家就每次就是包饺子比较费劲啊，所以他不能满足你，他可能就吃那个炒菜。然后呢，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可能真的是太麻烦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真的很爱吃那道菜。大人真的有权利去做一些决定。同样的，这些老师，你别觉得他打你是为了你好，因为你不学习所以打你，不是，他打你是为了立威，让所有的同学听他的。为什么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去打你呢？因为他要立威，他要班级的管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他打你是为你好，你想的有点多了。起码就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老师，他打我是为了立威，因为我是反抗头子。反正我现在对这个教师的职业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祛魅了啊，完完全祛魅了。你别说什么，别跟我说这些东西那你要是这么牛逼的话，你免费给孩子补课，对吧？你天天说那个什么什么就补课的哈，你补课被罚了，被教育局知道了，开除了，那你有本事你不收费，你看看教育局罚不罚你？如果你不收费，然后又给同学们就补课的话，我告诉你，10大杰出他妈教师是你的。那说白了，那些被罚的，那些被举报的，不就是你收费吗？你收费，你给我讲什么乱七八糟的？不都玩这个套路吗？就补课的时候讲那个书本上的正课，你不来补课，你听不到正课，你就比别人漏学好多东西。在课堂上不讲正课，然后补课的时候讲，不都玩这个套路吗？你让我说什么？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样不好。我不想失去你。哦，这是好学生，熊好。免费补课，我觉得这个对的，你配得上老师这个就是这个职务啊，或者说这个称呼啊，但是你要收费补课的话，我就觉得，那你就别你别在那块儿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你就不要就是立牌坊，我讨厌这种。你收费你就收费。你不要说为孩子好，对
对吧？你就说我通过短剧，其实我通过短剧啊，我通过短剧，其实我收获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不能说我拍短剧是为了你们，就是因为我自己拍短剧，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通过短剧，其实我收获了好多东西。那我这个时候我在直播上我说，哎呀，我就是为了你们拍的，啊，我就是想让大家有东西看。我从来不敢说这种话，而且我说不出这种话，因为我做这个事情有我的出发点。我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喜欢影视，而且就是我做这些东西确实能给我带来一些收入，这是我做这个出发点。我不可能得了便宜又卖乖，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你怎么去，对吧？有新剧的句话吗？没有。我要休息1年，我至少要休息1年。我去年刚做完剧，我今年必须得休息1年，因为创作是有周期的。我不是一个就是机器，所有的创作都是需要周期的。你就像周杰伦，你每天让他写歌，他能写好吗？对不对？每个人他都，特别是艺术创作，这个都是需要周期的。现在任何人都做不到，是不是？我每天写歌，每天怎么拍剧？你试试，任何一个人你试试，Papi酱他都得休息，更何况我，对吧？起码我得休息1年，我这才休息了2个月吧，2个月没到吧，才休息了2个月。没东西看，可以看看大美的东西。可以看看大梅他们做的东西。我挺期待，就是说其他的那个媒体账号能更新一下。大美是啥？大美 TV 自己去搜。他们也是同性恋的一个团队，他们是真正的团队，做那个哔哩哔哩对，采访，对，他们做的东西可能更青少年吧，或者说就是更年轻化的一点东西，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我们呢，可能就是往影视方面靠，他们可能往自媒体方面靠。但我觉得他们的有一些内容我其实蛮喜欢的，也期待着说他们也拍剧。大家都做起来才有趣。就我自己做，其实有一点点无聊。你去做嘉宾。我现在不在北京了，他们是在北京的团队。我不想失去你。北京的团队他们是，所以我们又不在北京，几乎是不太可能。而且他们是有自己的团队班子的，就是他们的嘉宾也是固定的，不像我们会有就是有很多新鲜面孔，他们是几乎是同一帮人去做。
我的画。我不想失去你。我老婆醒了，还在那块装睡。不想洗。啊！有什么进展吗？我不说我要休息1年吗？先招募，然后再去做。得先招募。我都说了我要休息1年，只是这个提前招募参加的人而已。我不想失去你。今天中午我就看清了二把刀的那个真实面目。现在中午就是他馋那个就是烤肉，他非常非常馋烤肉，然后我就带他去吃那个自助烤肉，然后结果呢，就那个自助烤肉啊，他就那啥嘛，正常的那个烤肉都是要喷一层油，然后再去放肉嘛。你们知道吧？啊，烤肉就基本上喷一点油，然后再去烤肉。然后结果呢，就是我们烤了一个肉，然后结果我就忘喷油了。然后他就说哎没喷油，我说哦，我说没事儿，因为他拿的那片肉吧，肥肉特别多，我说没事儿，啊，你这个肉比较肥，一烤着就煸出油来了。然后结果呢，我就去拿东西去了，因为那个肉是那个榴莲的嘛。然后他就在那块烤，就是在这留下，在这烤肉，然后我就去拿其他肉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就看他在那翻面，翻着翻着，然后就把他的那个肉全夹出去了。夹出去以后，然后我就说怎么这么大一股烟味儿？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烤肉纸已经糊了，他那个肉也糊了。然后我就说，什么味儿啊？然后他说啊，因为你没放油。我说跟我不放油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说因为你不放油所以糊了。我说是因为你没勤翻吧，因为烤肉它得来回的用夹的去夹嘛。对啊。然后他说因为没放油。我说跟我不放油有什么关系？我说那你这个你就是懒得翻，你懒的。然后紧接着我又烤了一个肉，我特意不放油的，我自己烤的。烤完了我说哎没糊啊，跟放不放油有什么关系？他说啊我这个是榴莲肉，所以不放油，所以它会糊之类的。
我说就是你懒得翻，然后他就死活不承认。后来呢，他又煎了一个榴莲肉，然后也没放油，也没糊。我说你这回没放油，也是榴莲肉，怎么没糊呢？他就不说了，他说，然后我就说你就在那赖我，他说我没赖你。他就说放油了呀，谁说没放油？你看，然后就在那死犟，你知道吗？你在那杜撰，你就是编，不是事实。我后边问哪次没放油啊？你烤那块榴莲肉你就没放油啊？放了呀。没有，放了我看着你没放呢。后边每个我都会放油的。你自己就在那编。我他妈看着你没放油，你在那死犟。因为那个放油的它照样糊了，不是没放油没糊。你拉倒吧你！那个是照样放油照样糊了。他就是死犟，你知道吧？这个人就是你，不要给他一个，就是给他一个论点，他能降到死，你知道吗？只要给他一个论点。你自己记不清，在那说我。我记不清，行。那个杜撰了。是。那你现在的辩论点是到底放没放油是吗？我第一次没放油，第二次放油了呀。那你在辩论什么呢？你说我第二次也没放油。你第一次放油了是不是？第一次没放啊。第一次没放糊没糊？啊？第一次糊没糊？第一次糊了呀。对呀。第二次放油它也糊了呀。你放屁！我没放屁呀。你还跟我他现在他的论点都是错的。什么论点都是错的？你的论点是不放油会糊。对呀，但是第二次都放油也糊了呀。然后我就说这不是放油不放油的问题，就是这个榴莲肉它就容易糊。不是，你说是因为我没放油的问题。对呀。你看他现在就是他左右他都在那块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吧？那你没放油，你烤你那个不也糊了吗？啥呀？烤你那个章鱼腿不也糊了吗？那个章鱼腿是章鱼腿啊，而且章鱼腿我一直都没烤啊，是你烤的呀。因为它已经糊了，我烤的时候。就是你不勤翻。你烤章鱼腿跟放不放油没关系。这是死犟。你看，就是千万不要跟二把刀犟，二把刀能犟死你。就是等你咽气那天，他还要在你耳边说，就是因为你没放油。脑瓜子过载了。不讲理的犟，天天体验。我之前没发现。你自己记性不好，跟我犟没关系啊。就我之前没发现他有这个犟的这个毛病，直到就是说他跟我说过，就是他跟他前任的时候，我说这有啥犟的呀？我说他跟他前任的那个犟的点是说，到底是苹果好还是三星好？我说这有什么争的呀？我说那人家苹果就是比三星好嘛，然后他就非得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看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的，三星就是好怎么样？我说哎行，我说不犟。后来我就发现他生活当中特别爱犟，就是什么都要跟你杠一下子，我就发现他是个杠精。你自己错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记得呢？永远都记得我杠你的时候。三星好不了一点是，这有什么争议的？对，然后就他杠的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他喜欢优衣库，然后别人喜欢那种潮牌，他俩也要杠一下。就是要杠一下。我什么时候因为这个事儿杠了？你不要在这造谣行不行啊？
你要能记得清，你就说；你记不清，就别在这乱编。不要因为你的直播间，你就在这儿天天就说我这个。有本事你出来呀！我出来干啥？你不要在背后杠啊！杠就是我说的都对。你比如说到现在，我想让他买一个苹果手机，他都不买，他就觉得他三星好。我说，因为你直播的那个画质不太好，是买一个就是苹果的15或者16都可以嘛？那你画质好很多嘛？就直播，像素会好很多。因为其实你们看我俩的那个直播，有的时候他用他的手机直播，你们就能感觉到他的画面会比较暗，比较不清晰嘛。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换一个苹果吧，就他就会觉得说，还是三星好。三星现在还有人用吗？都很少用。就我真实的有一种感觉，就是三星它是在手机上成像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一发到社交媒体上，它跟苹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苹果就是你在手机成像是什么样，发到平台上也是什么样。三星这一点我就不太明白，我就不太明白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呢？谁能解释一下？直播还得看苹果。价格不一样不是价格，其实差不多。他那个破三星跟我的手机差不多价格。它就成像，就我觉得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不愿意换别的。软件和硬件优化的问题。唉，真能犟。国产安卓也有三星屏。我最近打算重新健身，但是我觉得天气很热，没有什么动力。我说我想去那个减肥的集中训练营，我想去看看里边，就是说能不能让人瘦一点。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太胖了，然后就是运动一下，然后让肥肉能燃烧一下。就现在可能会觉得比较虚让自己动起来。我是那种集中训练营，他就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运动然后那边吃住什么的都会比较集中统一，所以我就想报一个那个，可以跟二刀练健身二把刀的健身方式就是更适合就是熊，他跟我想要的那种体型不太一样。我想要的是那种可能就是稍微对，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他是不做有氧，对，他不做有氧，他只做力量，
但是因为他力量足够，就是他力量训练足够多，所以他不是特别胖，而且他脸特别小。像我是一点有氧都不做，所以我脸越来越大了。你过来呀！过去干啥？我们要降一降。没功夫给你降。这是。老婆，你过来呀！天天打那个游戏，天天打那个破游戏，什么蔚蓝，什么蔚蓝星球，那破游戏他就天天白天黑天在那块打，不知道那个有什么打的，什么蔚蓝星球，周杰伦代言的，就是在那块2个小人合并，然后合并了以后有什么那个就是就是什么那种就是在那块射击，然后这上面就有怪，然后他就在下面射击。哎，你不过来啊？塔防对，过来呀！干啥呀？在那待着干啥呀？讲带叨叨一起玩的是没玩成，我们那一次没玩成。其实我不愿意带他去玩密室，因为我觉得他不想玩，他也不想玩的事儿，然后你带着他玩，他就可能就会不开心。他经常会跟我发脾气，因为我不顺着他，所以我现在不敢去强迫他。你强迫他，我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特别事儿。公主病，他现在有点公主病。干啥呀？让我出来。再说一会儿杀过来了，有点虚，打开灯。打开啥灯？哎呀，不带了，大晚上带。老公，我晚上吃什么呀？去外边吃海底捞卖。你太凶了，好凶啊！啥东西？怎么糊糊的？还糊啊？这还糊啊？我看着不糊啊。因为灯光的问题，你灯光没打开，它当然糊了。现在不糊啊。叨叨什么时候成老公了？哎，逗他玩呗。那你不让人家真做，你还不逗着人家，给人点希望。这生活总得有盼头。老公，干
啥？你要吃饭呢？吃雪糕不吃？都到了，言语权都到了，可以去拿。你不给转邮费，我上一次我跑了那么远，咱们别墅是不是得有100多公里啊？差不多了。一来一回200公里呀、是。你这再让我跑一趟，我这没，现在油8.4块一升。还有高速费呢。对呀、你这整的我真的是，我真的无可奈何啊！我的错，你整准成了，你别 sorry 了，我要实际行动。上次说到了，咱们去拿就摆平一趟。对呀、这次是真到了。真到了吗？如果这次不到的话，罚多少？老公，过来坐着。我的手机太小了。我老公脸真小啊，老公，圆圆的，他小，也不小。小。今天是大蒜味的老公，那你还让我过来？他刚才那个睡觉的时候，那屋里就跟那个蒜茄子味儿似的。姜本鸭只有7天呢，从哪天开始算呢？姜本鸭在路上都跑了好几天。对呀、是不是就剩1-2天了？怎么都吃冰棒了？冰棒在哪儿不都能吃吗？我们东北也能吃啊。那个7天才3天，还有4天。晚上回家吃饭。啊？吃啥呀？吃手擀面呀？不知道啊。严雨泉要是把那个油钱给报了，咱们就回去了。严雨泉上一次问我说多少钱，然后他问完了没给我转，我说1箱油弄多少钱？500块钱呗。他听完了以后，他就装听不见，他还问我说那能多少钱呢？我说就1箱油的钱。我告诉你，我这个油箱它大，它能那个最高是900多升，好像是，900多升你就乘嘛，900乘以8.4乘以，你快乘一下，快，人要报了，快。900乘8，8972。72那个4936，1000多呀。哪有那么多？啊，897，8972，764，啊，766，对不对？766，是吧？我这么算没错吧？我不知道。4936，766，对，766，对766，我算对不对啊？你拿手机算的。我读口算的，我这是。抢劫了。84乘以900升，哎，756，哦，72啊，对对对，756，嗯，756行，756我们亏点儿，我们少跑几公里。
拿我 iPad 快看看转没转呢？我这 iPad 那个整成那个没有消息的那个，快给我拿看。转了咱们立马就走。饿。老公你饿不饿？饿。回去吃啥呀？不知道。没转呢，没转先不去，不吃了，咱们不配。不知道来不来水，能不能做饭？来水了吗？回去你做吧。我妈能让我做，我妈觉得我做饭不熟，她觉得我做饭生。你妈妈应该吃完了吧？对吧？那咱们得去拿那个键盘鸭呀。那你顺便做个饭不就得了？凯叔那个还约咱们那个出去玩呢。什么？为什么邮寄啊？为什么地址不邮寄这个地址？什么意思？为什么不邮寄这个地址？因为我们时常不在这个地址。哦，你说这个？对。因为发中通就是不给我们派送啊，也有这个原因。他不跟人快递打起来了。转了200。我要把绿豆的花絮剪一下。花絮剪一下，就是有一些未播片段。都没热度了，你剪它干呀？你把那啥剪了呗。抖音出去玩剪了。发东西啊。你剪那玩意儿干呀？那反正也是发东西。不是，你把那个出去玩剪了那多好。出去玩我不知道要怎么剪。那有啥不知道的？回来我给你剪，你别老发那些没用的，流量上不去。发那流量咋会上不去呢？你这个剧已经完事儿了，你再多发也没啥用。咋没啥用啊？你现在发了，然后让别人又在就是新的戏、新的观众再看一遍，然后他们说不定又要买衣服了。真能像。我看你就是有点打嘴仗。随便你怎么说。你绝对的打嘴仗。反正就是有用。因为我们出去玩我们出去那个玩的那个视频还没剪，他不剪。我可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我可不会剪。你就是有点打嘴仗。2个男人都超帅，我算是超帅吧，他算是天花板。我是超帅，他是天花板。花儿与少年。图图一共多少部剧啊？多少部剧啊？我大概1部、2部、3部、4部，4个系列。
4个系列，跟我回家、绿豆、芝麻、小茉莉啊，小茉莉。你们这样多好，不用花钱娶媳妇儿，什么意思？我其实我家里有那种，就是说，就是有人跟我妈提及，就是说，哎，那个什么就是谁谁家那个家长看到我，然后就说要把女儿就是许配给我之类的，是不要钱的那种的。就是我算是就是他们眼中的就是那种就可以不花钱娶媳妇儿的人，所以就是有跟我妈提，就是说什么就想把女儿嫁给我这种事儿，其实蛮多的。对，但我妈都婉拒，我妈就说：“哎呀，年纪太小了，怎么样的，就是还奔事业呢，我也管不了她。”其实我妈知道，为啥要免费嫁给你啊？就觉得我帅啊，然后觉得我有本事啊，个儿又高，咋的呀？啥咋的呀？我说啥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说啥了？你妈知道你是同性恋，我知道啊，我妈还知道她呢。我妈知道我所有的事儿，我所有的事儿我都不跟我妈隐瞒。包括我妈平时看我直播，估计我什么大呀、持久啊什么的，她也知道。因为她没事，她就看我直播呀。她怎么知道？大嘛也就那样，就是顺着你说，其实就是正常尺度。啊？偏小吧？不是怕伤你自尊啊，没敢说实话。我妈没事就看我俩直播呀。我妈现在，我经常我不是在我的直播账号直播，都去看她去。我妈没事就去看她，完了我说那我在她直播间怎么没看到你啊？我妈说我都不点进去，我妈还会不点进去看呢。好厉害啊，老太太！咋出柜的？剧里边都拍过，就跟剧里边是一样的。你妈可能岁数小，我妈63了吧？63，我妈63，属龙的。63是吧？63。这里有啊，这里。因为我们东北那个 T 比较多，我们东北 T 比较多，然后我姐有几个朋友就是那个 T 的朋友，然后再加上我姐的朋友是那个 P 的朋友，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家那个时候开个面馆，然后去的都是 T， 然后就一来二去的就只懂这些东西。女孩的同性恋其实更容易被接受，但是你一旦接受了女孩的同性恋，男孩的我觉得也能接受。就先让你们的家里人先接触一些 T， 对，可能这是一个过渡吧。我妈妈其实就觉得说那帮 T，就是觉得他们的生活鸡飞狗跳的。
然后就在那块就像看别人家那个是打打闹闹的生活一样。他妈妈还说我长得好看呢，认可了我的颜值。男孩之间互相伤害，女孩互相爱护，说的对不对？不对。我知道的 T 和 P 的那种，就是拉拉的，就是女孩的那种同性恋，他们生活很抓马，就是，要不就打架呀，要不就是自残呐，然后那些 T 就因为那些 T 要证明自己 man 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暴力行为。那同性恋证明自己 man 的话，可能也就是举铁而已，或者说就是那个说话声音比较压的比较低而已，或者说留点胡子。但 T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胸变平，然后就是出去打架斗殴那种，然后学一些小痞子的一些行为，有很多 T 都是这样，所以，可能他们的生活比 gay 的生活要更激烈一些。贴贴救火，我基本上 T 的朋友都蛮激烈的。就我生活当中跟 T 聊不来。你们父母性格尊重你们吗？尊重啊。二把刀留胡子是不是为了自己证明自己很男人？二把刀留胡子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很男人？这你让他自己回答。留胡子因为好看呢。谁呀？不要脸，又在那块看别人，真不要脸！你结婚了，你知道不？你自己打开你的抖音点赞看看。我点赞怎么了？来，他非得让我打开点赞，我点赞怎么了？我抖音点赞怎么了？我抖音点赞怎么了？来，你看看怎么了？就喜欢的类型都是一样的，就说明我专一。留胡子好看，对，二把刀的回答是留胡子好看。你们想女人了，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了怎么办？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了怎么办？我们不会喜欢女人。什么自己喜欢的女人不会喜欢，想女人了也不会想女人。我现在生活当中几乎没有女性朋友，聊不来。我觉得跟女性朋友就是你过分的亲密，就好像你有点不尊重她们。就我跟女孩的分寸我是拿捏不好，就是就我怕就是说什么呢？就怕那个跟他们行为太亲密，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对他们有意思之类的。我不想有这样。人家都知道你是同性恋，但是也会觉得奇怪。去看绿豆吧，直播这样，直播间会，直播会被抬。我俩很久没亲了，就有的时候我刷完牙，然后我俩准备好那啥的时候，我寻思，今天亲个嘴儿吧，反而他不亲，就是每次都。你又没主动要亲，我哪知道你想不想亲呢？
每次我主动亲你都拒绝呀，所以我就不会主动去亲了呀。谁不主动？对。有的女人身材火辣，脸蛋漂亮，看了控制不住，想亲近人家，那样你们会互相管束吗？我们看到身材火辣的，就心里就一个想法，就是怎么穿这么少啊？骚什么？这不太会喜欢啊。你们现在算是进入亲情阶段吗？没有，没有到亲情阶段。亲情阶段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反正我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像朋友，然后也很像恋人，就是因为这段关系就不同于网段关系，就以往的关系就是可能同龄人的恋爱可能有点像朋友，两个人怎么看起来激情过了似的感觉，激情过了呀，你是指那方面过了是不是？那方面早就过了，那方面一开始就过了。他性冷淡？不是，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就那个所谓的激情，一开始就没有。你们平时一起洗澡吗？还是自己洗？有的时候一起洗，有的时候单独洗。起来点，一股骚。封号。最近有拍新剧没有拍？最近我就是不会拍，我要休息一段时间。老公，你下次让你妈妈直接进直播间看，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那你就让她进来看就好了，大大方方的。刀怎么那么焦？它本来就这样。可能我一搂你，人数直接到90。他刚才往你身上蹭鼻涕，他蹭屎我都不管。是我老公啊，我想蹭他蹭啥？反差。就我觉得就是不太会那种就是直播什么样，私底下就什么样。对，我们其实都会有两面性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反正我也有。算粘人的吗？我觉得粘人是在互相就是喜欢的基础上。我觉得他对不喜欢的人应该不会粘。就比如说，他跟他的前任们都不太会发这个阳剑，就是他可能只跟我这样。据我所知，他自己说的。啥呀？就是你跟你以往的前任们不太会这样。不太会频繁的这样。啊，也会这样？那你就骗我。我啥？我骗你啥了？你之前说只跟我这样。只跟你是哪个样？你就说。就是这个发阳间，就是在那块撒娇啊，然后就是叫老公之类的。叫老公肯定不会叫啊。对啊，就是。那但是会偶尔的，就是想亲近一下。就这样是吧？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就是两个人就是挨在一起，抱在一起，但是不会这样。对，不是纯一吗？他现在
跟一不沾边儿。我晚上还是滚！哎呀，想死了，恶心死了。我现在知道你吃这套。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让他有安全感，他可以卸下防备。因为我觉得他之前的个性里，他就是爱哭的人，但是他不哭。现在跟我在一起，他没事他就哭嘛。我什么时候哭了？做自己了，对，他卸下防备了。主播不去上课吗？我们是那种，我们的这种课程就属于进修班，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进修班。进修班像不像 MBA 呀？像吗？对，进修班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进修班就属于你学这个课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但可能通过这个课你要去累积，就是通过这个课，因为这个课都是有基础，或者说已经是成手了。就好比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报名这个进修班的人都是已经有自己的代表作了，已经有拍摄的能力的人，然后一大帮人去报这个班儿，一是能巩固一下，或者说能去培养一下自己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艺术素养啊，电影的一个素养。二呢，其实就是去结交人脉去了。所以这个课呢，其实上这个课的本身的意义只有40%-50%啊，它就相当于就是那些所谓的 MBA， 对，它其实就是一半是培养那个就是素质涵养，不是就是音乐那个电影素养，另外一方面就是结交人脉。所以这个课其实我们上起来会觉得帮助自己的地方太少了啊，就是它其实我不能说它水，只能说就是他教的东西我们都会了，他教的东西都是懂，你们能懂不？就是我们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就已经掌握的东西，所以就是这课吧，你上也行，不上也行。我之所以不上，是因为我在北京其实是非常过敏的，就是我在北京冬天也过敏，然后这个季节也过敏，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北京的生活成本有点高，所以我就不愿意在北京，所以我就报名了，然后有一些课我去，有一些课我就不去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实这个就算是人生的一个经历，你要说有多重要吧，那么回事儿这回我解释明白了，你们听懂了吗？就这个课它是进修班，它其实不是学技术去了，进修班其实真的，进修班不是让你去学技术，对。听懂了，白花钱了，这怎么能是白花钱呢？就好比就是什么呢？你去其实你的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你是一个教练，但是呢，你一直没有一个教练资格证，那你就得去补一个证或者说你得跟这帮人去接触。能明白不？就是因为我差的是什么？我差的就是，其实我拍了很多作品了，但是呢，我一直都不是说那种正规军，我其实差的是这一部分，所以我去弥补这一部分就可以了。你这个你要说是白花钱了，可能你对这部分的钱，
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可能觉得说12万要花出12万的一个就是一个价值，这对我来讲的话，这12万花的值。对，你知道了电影圈的那帮人的那种状态，然后你也接触到这帮人了，然后你也大概知道说，哎，对吧？这怎么能是白花钱呢？你不花这12万，你说实在你接触不到，你也拿不到这个证啊。这么贵，不便宜，一节课，这一节课相当于200块钱，啊，我们1年的学费是12万，而且就是学艺术、学电影啊、学音乐呀，我觉得这个钱挺正常的。你只要你去搞这方面的东西，就相当于我们毕业证，你知道，就是我们毕业会要求就是拍一个电影嘛，我们会有一个毕业作品。就现在哪怕是学生，就是我们就是学生来讲的话，我们拍一个毕业作品的话，都要20-30万。所以能报这个班的人，我觉得都应该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要拍毕业设计，都要拍这些东西，20-30万是你必须得花的。你要是没有这个准备，或者说你没有这个钱，那你就别上这个学，你也别接触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它就是烧钱的，为什么你们看一个，我相信你们经常会就是看到一个片子，就是明明不咋地，但是就是媒体上一传说，哎，花了几千万拍了这么一个片子。就比如说什么那个人在囧途你知道人在囧途这个片子花了7000万吧，还700万就那一个小片子，他没有用到什么东西，但是他居然花了这么多钱，那你真的你看不懂。对，就作为外行来讲的话，你其实看不懂的。叨叨小鸟依人，为啥？电影行业就是烧钱呢？为啥？跟演员也没关系啊。就电影行业，你们要看到，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镜头就你们看到的那几秒，可能是几百个人一起去完成的，明白不？就你们看到的可能这10秒的镜头，可能是几百个工作人员一起完成的，有化妆的，有那个摄影的，有打光的，有那个剧本，有什么这个演员表演那个导师有统筹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人，所以这就是花钱的地方，人工成本太高了。就是包括你们看到小木烈，包括我的剧，你们看到那1秒钟的时间，可能是我们要花大概10个小时，或者说也不到10个小时吧，大概5个小时，我们能拍1秒钟时间的镜头。所以这个行业它就是贵的，你不用想着你有的人会说那我拿手机拍也能拍，能拍标准不一样。对，就是标准不一样，你想要什么标准所以这个东西就好比音乐也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就你觉得一首歌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人家这个一听这个编曲，一听这个这个制作，人就知道这个很贵我们就听出来很贵。竖屏剧也很贵竖屏剧也很贵，就是只要老百姓接触不到的东西，其实比你们想象的要贵。对，你们可能觉得就无所谓但是人家行业里面有行业里面这个标准不是说你理解的那些东西所以它叫艺术嘛。
一幅画你可能看不出来名堂，但是人家就几千万。图图亲一下叨叨，叨叨光叨叨跟你撒娇了。直播间里我不希望就是说营造那种氛围和那种状态，我很讨厌那种状态，就是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不是这种主播啊，我们是聊天主播啊。你要想看那种东西，你打开那个黑色的那个叉软件，你在里边你就搜啊，啥都有啊。我们不是那种直播啊。你看我们到死，我俩死，我俩都不会把，就是不会把那个拍的那个，就是拍那种我俩恩爱的那种视频发到抖音上。我俩就是我这句话可以就大家可以录视频为证，我们绝对不会表演我们恩爱，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发到抖音上去吸粉儿，我们做不到。因为就是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幸福是捕捉不到的，不是刻意捕捉的，明白不？就是只要就是说你把那些东西拍出来发出来，那就是刻意的。我俩正常的生活其实就是很幸福，也不会滚。今天不用表演了吗，老公？黑色叉是什么？黑色叉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没有意义，我觉得。老百姓好啊，什么不用会就可以看到成品？是的。你有黑色叉吗？我俩都没有。啊，我俩都没有。我有，但我看别人，我里边啥也不发，而且我的号都是那种就是数字的那种号，就像你们看直播是一样。想看你们俩视频，想不想看我跟你妈的视频？我联系你妈，然后拍下来给你看。你妈应该也喜欢我这个类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好好奇。拍戏认识的。看叉会被警察发现吗？只要你不传播。你不传播，你不购买，你不参与，我觉得应该不会啊。但尽量少看啊。有的时候大家看一看行了。尽量不要看。到底啥是叉？叉你问你家人，可能你家人知道。拍戏谁邀请你们呀？算是一见钟情吗？这叫康师傅的，就是拍戏谁邀请我们？没有人邀请我们，是我是拍戏的，我邀请了他，算是一见钟情吗？不是，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长得挺有观众缘的，所以就是会邀请他，但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这个人很硬，就是很包裹自己，他很内向，因戏生情吗？
我觉得跟拍戏肯定是有关系，但是拍戏的内容其实不足以就是说我对他动情，因为我拍了很多部戏了，然后我觉得真正的是因为他在剧组里边的不傲娇啊，他也有点傲娇，但是他不造作，他不矫情，然后就是会比较真诚，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才会喜欢他，勤快，对，他勤快，他在片场后期在片场他会觉得会亏欠剧组，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要就时常觉得亏欠对方，包括他跟我在拍戏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啊，是因为我拍的不好，然后耽误了进程之类的，他会有这种想法，他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点很好，叨叨潜规则导演没有，他没潜规则我，他就是勾引我。拍了很多部，只上了4部吗？我就拍了4部啊，我就拍了4部吧。但我拍了很久，我基本上就是说，我拍戏的时间大概有持续的时间大概有每次拍2个月左右，拍1个月左右啊，每次拍1个月左右，我就算拍了，对，反正我这10年我其实都有在拍。你觉得叨叨喜欢你会因为你是网红的缘故吗？即使你可能不认为自己是网红。我觉得他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有钱，然后也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也是因为我是网红，也可能觉得说因为我在剧组里边权力大，也可能说他会觉得说因为戏对我生气，我觉得有各种各样可能性，但我不排斥，只是我会觉得说他跟我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些原因，那我觉得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好去否认的，对，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他可能是图你什么什么东西，那我们图一个人的东西太正常了呀，那我还图他身材好呢。其实我俩真正能在一起就是我对他最直观的2个点，就是因为他身材好和他真诚，这决定了我俩在一起。那在你们眼里，就是图他身材好，会不会很色情啊？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对吧？很龌龊？那这个有什么去否认的呢？就是喜欢一个人，东西就很直白。因为我生活当中，我基本上我只接触过2个肌肉男，一个他，一个是另外一个。对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对肌肉男会有一些向往，对不对？我其实那个时候也会，包括他现在身材好，我也觉得很有面子啊。我会觉得说，每次他就是光不出溜的从我旁边走过，我都会觉得，哎，真好，看着他身材好，我也挺开心的。但是这个不是必要条件嘛，就是身材好不是必要条件，我觉得，对，是加分项，对。有的人说他可能是因为你们在剧里拍戏，然后被那个戏里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才喜欢你的。我说那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我觉得喜欢有很多种嘛，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好的点？我更看重脸多一点，我不看重脸。
我如果说看重脸的话，他的长相其实不是我的喜好。我的喜好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圆脸，小眼睛，没胡子，戴眼镜，然后小狒狒，你们觉得跟他像吗？都不像，对啊。所以我不是一个看脸的人，而且就是你们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到了一定的经历之后，你们就会发现，其实脸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交流吧。因为年纪大了会孤独啊，这你真的谈了一段感情，你会发现说，脸可能是年纪小的时候，或者说感情很快节奏的时候，你可能在乎脸，但你其实到最后，你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一个能跟你交流的人。我俩每天有不说不完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点。对后辈照顾，我对后辈那不是照顾，因为我是就是我对演员的照顾就好比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他就是我的一个员工，我是开饭店的，他是我其中的一个员工。因为现在的这个员工不好招，而且现在年轻人吧，心情不好就辞职了，不干了，连工资都不要了，所以我必须得对每一个新加入的员工都非常非常的好，哄着他们，带他们玩儿，这样他们才会在这块安安心心干下去。他们要安安心心干下去的话，对我店是有大大的好处的，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干活。这个解释大家能明白不？就我其实对他的好就是因为这个点，因为当时就需要他好好演，明白不？哎，所以就是说那个对他好不是我的本意，就是因为你就是开店的，我俩差几岁？我俩差半岁。对，他是9月份，我是5月份，还不到半岁。老公马上过生日了，那言语权都知道，就你才知道，言语权还我知道，我定的闹钟呢。言语权就问我说那个啥时候过生日，我看他这次转几万。只收现金啊。估计你转的很少，因为这次油钱才转200。你不是80后吗？我不是80后，我是91年的。也全在直播间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在直播间。我觉得开的是玩笑。我没点你，我其实我过生日其实过不过都无所谓，但是我老公一直想要一个山地的那个电瓶车嘛。微波炉买了没有？没有呢。这不就是没买嘛？然后那个就是，就是回家取一个酱板鸭，然后现在那微波炉钱都没有了，加了一次油，微波炉钱没有了。咱们是厨房没装呢，就没买。不是，这个酱板鸭太远了，现在没钱买微波炉了。你做网红就得坑蒙拐骗。
你有新人物吗？没有，一直没花钱。花了几十块。说他这个没有新，就是可以抽的那个人物吗？有。欺骗感情，我欺骗你啥感情了？别胡说啊！吓人。没有遇到好的讲话，这把打不过了。老公，我们下播吧。行。我手机没电。取了跟你说一声，说啥呀？有啥说的呀？亮个亮。为啥下播？我俩得吃饭去啊。我亮个亮。去吧，老公。你才是老公。你是老公。是老公。图图这2天天天说要想做驴，天天想做驴。这直播间能说的吗？这有啥不能说的？你是老公。老公。干嘛呀，老公？你是老公。你是老公。这是直播间能说的吗？直播间咋了？不知道啊。是挨着学校吗？啥挨着学校？啥呀？他说咱住的地儿挨着学校。哪个学校啊？听见孩子声音，小区孩子多。叨叨说你这些天老说要做零，啊，我就想做个零。真的好羡慕啊！羡慕啥呀？我骗他呢。对，因为他一直都有个怨气，他有怨气，他就说那个啊，这一直都，就是他为我做零，我不为他做零，然后结果呢？我可没这怨气啊。结果呢，我就说那我骗骗他吧，我就说，啊那个，等那个过一段时间我就做零。就好比就是你家里把那个压岁钱都给收过去了，是不是？你妈骗你说妈给你攒着，等你长大就给你，这是一种玩法，是不是老公？我可没这怨气啊。换衣服啥呀？换衣服是零吧？
他看心情。竟然真的去这么样啊！但是死赌的。你想不想去呢？我不想去。你不想去？有点堵。你看一下导航堵不堵呢？这点不堵啊。看一下，没有导航。不是，这里没导航。你不行，跑腿送过来。跑腿都不值得。那鸭子才多少钱呢？跑腿60块钱，节假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看一下，堵不堵车？咱俩没吃饭，我不知道吃啥呀。39分钟，不堵吧？40分钟。那不堵。39分钟。也不知道那家牛杂开没开？你要牛杂开了去吃牛杂呀？行啊。你爱不爱吃那个牛杂？爱吃啊。吃那个牛杂再加那家炸鸡。啊。那走吧，那别犹豫了。我们在车上也播吧。你穿不穿衣服？我就穿这个吧。外边冷啊。那我穿个裤子吧，穿个裤子。头发我自己剪的，这有点不平。然后我不留胡子也就这么回事儿了。我觉得我留胡子就有点太刻意了。我觉得我不留胡子其实是不是挺顺眼的？非得留胡子，反正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留胡子有点不顺眼。不留胡子丑。现在丑吗？丑。我觉得丑。你身材练的也一般。可能我喜欢有胡子。你身材都退步了。还不是因为天天吃不了饭，是不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能不退步？好厚啊，这个短裤，这个裤子。那你要不要穿那么厚？你还穿着拖鞋，拖鞋跟着又不配。你不冷吗？你让大家看看你这身 look。很丑啊！你应该穿宽腿的裤子呀。那我就换一个。我们期待他下一套。这个还行，这个行不行？他是拖鞋太丑了，但裤子还行哈。你看人家都说这个行。这是梁宇的裤子。那你穿哪个拖鞋啊？
穿着个红拖鞋。那你穿上红拖鞋，那我外出不就穿外拖鞋？好丑啊！那我就这双拖鞋出去。天天，走吧。穿个鞋呀！我非得穿个鞋啊？这干啥去了？穿个鞋？要那穿鞋还得穿袜子，穿完袜子回来还得洗袜子。嗨嗨嗨！把这俩眼镜都拿下去吧。行。这衣服有点脏，穿着。看你干啥呗。不去取键盘压我干什么？取键盘压能不能搂住一点吗？我微信上一个人和你一样的名字，我把他拉黑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不是他，他微信不叫百里屠夫。你啥时候没有我微信呢？你有我微信，那你就在横着找半天。对啊，你加没加过他微信，你不知道吗？嘿，把我拉黑。图图几号过生日？就是过2天就过生日了。我看一下啊，好像是6号吧。9号。你阳历是9号，阴历是6号，好像我记得。阴历是3月25。哦，阴历是11号，阳历是9号。就是5月9号和5月11号这2天。小爱同学。关闭客厅空调。老公给你拿的，我去尿个尿。你要不要拉个屎？不要。你真的是什么懒驴上磨屎尿多。那你得路程1个小时呢，你不得尿个尿吗？懒驴上磨屎尿多。又不用我上货，那就上货。哎，你一说出门，他就各种各样的事儿。通病。这儿还有一个，还有没有垃圾？没有。这个快递咋办呢？放门口。内裤就又放这儿。我还穿呢。那算了。哎，那一会儿在车上。哎，那一会儿在车上。我们有网。直播间没有那个卡了，因为那个我们在电梯里，在电梯在地下室。又开车直播了。妈，我手机没带。不是你手机吗？啊。老婆，我打开外循环了啊！打开呗。反正我要跟直播间的观众互动。不行，这个味儿，这太鲜亮了。
家人们谁懂啊？什么？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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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网。打开蓝牙了，你把蓝牙关了。北京，北京，声音怎么变糊了？因为刚才连到蓝牙了。打开外循环。OK。刚才连蓝牙了，所以就糊了。现在蓝牙断开就好了。回去吃牛杂喽。我妈他们估计也没吃，看他们吃啥。等实在不行给他们带到夜市一起吃。8点他们还没吃呢。那他们没水，他们吃啥呀？哦，对哦，现在还没水是吧？停水。回哪里去？回别墅了。因为我老公在惠州有一套别墅嘛，不是？马上卖了，别吹牛逼了。我们现在就回别墅去了。已经没钱了，要卖别墅了。我们那别墅可好了，快递都能送上门。可愿意跟老婆在一起了，跟老婆在一起特别开心。我也是开心，我特别开心。刚刚那个是谁的家？那个也是我们家呀。谢谢开心每一天。哇，今天晚上我们有游戏可以充钱了。谢谢开心每一天的花海泛舟，谢谢。今晚上我要充一个98。挣的钱全让你充游戏了。你原神充了多少？我原神一个月就充个100块钱不到，我1个半月充100块钱。那也不行。你的一天充100，你哪怕充1分钱你都不能说我。1个半月充100，一年充1分钱你都没。一年下来是多少呢？是40、49、900块钱。老婆，咱俩吵架吧，吵架人多。行。你玩王者吗？不玩王者。就想个吵架的话题啊。吵一个什么呢？摇个骰子，看看今天吵什么。咱们就吵那个话题吧。就是那个，如果一家面不好吃，你要不要就是在外边说人家不好吃？就你要不要跟老板说？要说，就是不用跟老板说，但是我可以自由的发表我的意见。但是你那天你在人家店门口，然后你一直在那块大声说，人老板听见了怎么办呢？我没有在大声说，我是在正常的音量在说话。老板就在旁边，然后你在那块说这些，你觉得你正常吗？你平常走路的时候，你会听到旁边的人在讨论什么吗？关键你俩那天说的声音也太大了吧！人老板就在你们后边在那块工作，他听到了，然后呢？那你碰到这个老板稍微性格好一点还行，性格不好的话，人就把你赶走了，怎么办呢？他怎么可能赶走我？饭都还没吃完呢，他赶我？那你不好吃，人家周围也有那个客人，你在那块吵什么呀？我没有。就好比就是说你家瓜不甜，完了人家在那块买瓜的人听见说人家瓜不甜，人家还买吗？就是不买啊！你这不是破坏人家买卖吗？那好不好吃？就是好不好吃，你当然要说了。你说你至于当人家面说吗？那怎么不？你自己在家说，你下次不去吃就完事了呗。我们肯定在众口难调。我们当下说的话题就是跟当下有关的。那我都吃完了，我回家还讨论有什么？你觉得不好吃，那就所有人都觉得不好吃吗？我说的当然就是主观的看法呀。你为人处事，你要给自己留点薄面。你在外边你挨揍了，你都不知道你咋挨的揍。人家怎么？我就说人家不好吃，人家揍我。现在这个经济这么不好，人的这个情绪都比较急躁。
万一给你一刀怎么办呢？怎么可能？还怎么可能？现在啥事儿不可能呢？我就说人家不好吃，人家给我一刀，没钱人就鸡头白脸的，人家给你一刀，你说你给我一刀后悔不后悔？赔我辆车就完事儿了。你咋知道人对面是啥样人呢？赔我辆车就完事儿了。赔你辆车，给你捅死了呢？捅死了就走保险。天，我就都管不住你，天天给我惹事儿吧，你就。我给你惹啥事儿啊？就在这儿说人家做的不好吃，我们就正常的讨论还不行了？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好吃不吃，对吧？你不要当人面去说这些东西，这起码的礼貌。你跟陌生人讲礼貌去吧。我跟陌生人，我跟他没交集，我你跟陌生人更应该讲礼貌，因为陌生人你不知道他是啥样人，他万一要是个疯子呢？再说我说它不好吃，并跟礼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怎么没关系呢？我只是在说，你这就是我只是在说当下我自己的感受而已。谁要听你的感受啊？你不好吃，你不吃就完事儿了。那你说，那电影上映了，那么多人在网上吐槽，那么多人都没礼貌吗？因为他们是网络社会，他们可以做这个事儿。你是在当下，人家能抓住你，抓住我就抓住了。那你不考虑我呀？人家你又没说，人家抓你干嘛呀？那人家可能是咱俩同伙啊，人家从那个厨房来了一帮人，把你一顿揍，完了我在旁边，你说我是蓝是不蓝？人家怎么可能揍我？他揍你，我帮不帮？他看我，他能揍我吗？你觉得？他干嘛不揍你啊？就看我这样。万一你俩吵起来，你说我帮你还是不帮你？我帮你的话，我说话本来就大嗓门，万一要打起来拼刺刀怎么办？你有想过后果吗？你是想表达自己了，那你有考虑过代价吗？你说的这也太极端了吧？你这社会谁天天打架斗殴的？你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样，你就应该把最坏的打算做好。你天天最坏打算，你别出门了，你出门还可能被车撞了呢。但是这个事情他就是不应该这么说呀。怎么不应该那么说？你为人处事儿，你出社会这么久，你起码的一些规则礼貌你应该懂吧？我不觉得这是不礼貌，我只是在讨论我们吃的饭而已。就一个饭的事儿，完了在这块儿，哎，就说人不好吃，不好吃你也吃到底儿了，关键你们吃到底儿了，见汤了。因为我们不能浪费啊。你不好吃，你吃一口你就扔那儿还行。我们不能浪费啊。不能浪费，那你就别说难吃嘛。为什么不能说难吃呢？就不能说我不浪费，我还不能说它不难吃了。你在家里边，你跟我吐槽没问题，你不能当人面说这些东西吧？那事情都过去了，还吐槽它干嘛呀？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吵架吗？你干嘛破我的梗啊？土在教你为人处事，没错。你他妈谁呀你？我俩在故意假装吵架，你还搁那上升上高度上了。哎呀妈呀，吵真爽！哎呀，就是心里的怨气都吵出来了耶！神经病人家就是。哎，心情一下就舒畅了。其实我一直压抑自己，就是这个情绪。我每天你每天你想办法让我释放一下，吵吵架，好不好？那你想吵就吵呗。你什么态度啊你？谁知道你天然能压抑那么多东西呢？我跟你在一起我不压抑吗？人家都说你好看，说我难看。咋了？这你咋了？你还说咋了？你也这么觉得呗？那你拿刀去捅网友啊？我捅不着，他们又不是当着面说。那你把他们拉黑啊？那你把他们拉黑啊？拉黑便宜他们了。我就应该那个上网去那个调查他们的那个父母的电话，我给他们父母打电话，说他们看一个同性恋直播。咱吵不吵了呢？你吵吗？吵快递的事儿。快递咋了？快递也没咋的。
你想话题吗？我想话题，我可想不到。我可不会为了节目效果去故意找吵架的事儿。刚才不是你同意的吗？就是你现在又在这块给我玩这招。对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同意啥了？你同意说老公，那咱俩是吵什么呢？你不说的这句话吗？对呀，你现在又在这块装好人了又。我本来就是好人呐。行，刚才不是你是吧？大直播间大家都知道啊，我就是平常直播都是很温柔的，你天天直播在这骂这个骂那个。行。他经常就属于反攻。吵刚才换衣服的事儿，那有啥吵的？大锅那天尴尬没有？他尴尬吧？他尴尬吗？他肯定尴尬呀。为啥？因为你看他花那么多，其实他是因为尴尬才花多。他为什么尴尬？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有点紧张。我看出他的局促。他紧张吗？我觉得他紧张也不会要求要跟我们一起吃。但是他会紧张。我觉得他见我他会害怕吧。你真的了解人家吗？你就说人家紧张。我觉得他表现的就是紧张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人家就是那样的性格。不是，他明显的就是会慌张。你就是非常喜欢以自己的揣测去定义别人。没有啊。没看他一直揪馒头吃吗？那人家是紧张啊。是河南传统吗？那馒头不揪着吃你咋吃啊？我们东北可不揪着吃，我们要揪着吃馒头的话会被骂吧？那揪着吃馒头，那就是要慢慢吃才会揪着吃。他不是要慢慢吃慢慢喝酒吗？他尴尬到就是，我觉得他尴尬到就是，不吃菜，只在揪馒头，然后喝那个白酒。他不吃菜，怕咱们不够吃。什么叫浮游啊？他们给你下部剧取的名字啊？我的剧叫浮游。我可能，我想过的剧名，一个是刺猬，一个是那个，哎，还有个啥来着？刺猬还有什么？反正曾经我想过，就刺猬这个作为剧名。那我的黑刺猬岂不是又能当主题曲了？我没说黑刺猬啊。那相关呢？昙花不好。昙花。刺猬名媛可能是新的剧名。谢谢生皮泽尔送的点亮粉团粉蓝灯牌。小红花这个见证，感觉你的学历应该是小学6年级左右，学前班，还不如你这初中没毕业的。你2本有什么了不起啊？2本起码比初中没毕业的强吧？你2本不也下架给这个破导演了吗？初中没毕业的破导演。那我这可不是下架啊，我们是这个平等的关系。我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你那种家庭居然会让你学编导。因为我家里人不管我呀。
但要是我这种家庭，就是因为咱俩家庭差不多嘛，我要学艺术的话，我家里打死我。你们家人管你啊，我家人不管我。但是也不会连专业都不管吧？不管呀。天，你这想到就业，编导有什么就业方向吗？他们哪里管那么多啊？他们自己也不想啊。编导怎么没就业呢？那会儿抖音都还没火呢。是编导有就业方向，那你得进了电视台呀，你能进电视台吗？那会儿你们没毕业，你咋知道你能去哪个地方呢？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社会需要关系吗？需要这个怎么样的？那你没关系，你就死了呗。那你当时没有想过，就是说学编导是要去湖南卫视这种想法吗？没有。我们的学编导了好多都没有说要做本专业的东西。那做什么呢？那不白学了吗？他们只是那会儿找工作只需要有大学文凭啊，他又不看专业是啥。好吧，这蛮有勇气的选编导，除非就是说你家里真的有关系啊，就是能给你塞到电视台里边，因为我知道，就是那种小地方的那种电台都需要关系，别说电视台了，就那种电台，你想做一个主播，你想做一个就是在电台工作的那个工作人员都需要关系。当时我就接触了一个，就是我10几岁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个电台主持人，他就想办法想让我跟他一起上班，就是在他们电台上班，然后就让我去补那个文凭嘛，然后我就自考嘛，我就去学自考去了。要不办个假证呢？不知道那个时候可不可以？那时候应该不可以吧？大学的时候选专业不会考虑那么多吧？你如果家里人不为你考虑，你自己肯定不会考虑那么多。我觉得编导这个行业真的是蛮考验人脉啊之类的。你要是没有人脉的话，你单纯自己的能力进去的也有，但是肯定就是你不知道啥时候能升上去。就你一直打吧，你就。今天车是不是挺多的？演艺圈干的好事儿，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你还没开到那边，那边估计人也前面都红了。你导航说不定还能导个不堵的路线。我大学专业也没人管，自己随便选了个。你会随便选一个吗？那你们真的好有钱啊！我家里就是那种，哎呀，非那个重点大学，要不然就不让我上的那种。为啥非得上重点大学？因为他们觉得重点大学才有用啊。包括我那个时候中考，就是天天给我宣传，就说啊，你要考不上那个省重点、市重点，你就别上了。天天就这种，所以我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其实也不算啥好学校，确实是有人考上了省重点，但是可能就1-2个省重点。我们家人倒没给我这些压力，我家人就不管我。我妈就每天早上起来做个饭，然后就又睡觉去了。我们每天吃个早饭就去学校了。那个时候我连市重点我都考不上，还让我考省重点，我的分都够不上，咋考？前面吧。妈呀！你要不要戴墨镜呢？不用啊。
我那会儿也是要考那个市重点，但是我那成绩就够呛。市重点很难考吧？我那个成绩不保险上市重点。他如果不考文科的话，我肯定能上，但是考文科我就上不了。然后我就考上了市重点对面的那个学校，就隔一条马路。那个学校是我们市排第2的学校，但是第2的学校跟市重点差的区特别大。我那个时候自己就放弃了，就是因为偏科偏的太严重了。我也偏科，我就偏理科。我偏文科，我理科化学考了40分还是50分？我化学满分40分，我考37，然后物理满分60，我考56。为什么你们满分40分啊？就是一共物理化学加起来是100分。不是，我说单独的那种考卷，就是月考的那种卷子。就是这样。啊？我化学是最差的，物理第2差，第3个就是代数。妈呀，我这历史、代数、几何我都差。我历史、政治、地理平等的差，都不及格的啊。那些能背的，我觉得都挺好的。啊，我能背的我就背不了，这3门我都不及格。然后物理、化学、生物就特别好。我当时我那个几何都已经让我就觉得几何是我天下最难的东西。几何多有意思呀！你这证明题你找到那种方法啊，觉得豁然开朗，就特别爽。不行，转换不过来。我现在管别人叫姐，就是因为几何题，天天写姐。姐，你先把姐写上得1分。几何简单，我觉得代数难。代数就是你超市你涨多少钱，然后会损失多少顾客，然后你那个价格设置到多少钱是就是营业额会做最高。我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就这种几何题都难。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代数题不是几何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什么，他妈的，这个水龙头在放水，完了底下在漏水，什么时候放的水能什么怎么样的？那不是小学的题吗？我觉得很难。我心想他为什么浪费水？我觉得数学最难的是背公式。有病吧？可能有病。背公式什么 tangent、cosine、sin 这种最难了。你说他为什么放水又漏水？不合乎常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学的东西应该没啥用。他举这些例子确实都不合乎常理。还有鸡兔同笼，你他妈数腿，你直接看他妈的数头不就得了？谁他妈没事数腿啊？而且那腿是谁的？鸡的腿、兔的腿看不出来吗？这题的设计本身就是脱离现实了，已经。谁家好人一边放水一边装水？对呀，是的，对吧？是吧？神经病似的想的时候，你奶奶让你去看那个鸡，那个笼子里边有几只鸡几只兔子，然后你去数腿去了，而且你还不知道哪个腿是兔子的，哪个腿是他妈鸡的，这不是弱智吗？妈，这边是要修路了。还有一个是小明饮料，喝一半然后加水，再喝一半，再喝水。挺堵的，其实修路呢。啊，这撞车了，哪撞？要不然不会有警车呀，把护栏都撞了。
小学时候的数学的噩梦就是那种速度题，说谁几点出发，然后骑的是自行车，谁从哪儿是走路去的，然后这俩人什么时候能遇见？我小时候就什么未知数，学未知数的时候，我就根本理解不了未知数什么意思。但是上了初中一学代数，立马就理解了。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智商没发育完全，就完全就理解不了。我现在也没发育完全，你让我想，我都头疼死了。现在就感觉就很简单，这些没有想象的。一点想象能力都没有。感觉今天好奇怪呀，这个交通。哎，5·1他们会不会不出摊儿啊？5·1应该不会不出摊儿。这又干嘛呢？怎么了？前面应该只能容纳1辆车过，所以就堵了。那他不会5·1修路，他肯定就是出啥事儿了。那为啥这2段都在修啊？就出啥事儿了呗？谁5·1修路啊？对吧？谁知道呢？他修路的，可能人家才不管啥时候呢。这没个交警给指挥下交通，这是路出问题了，感觉这就是修路了。你看，肯定是撞了，围栏重新再对他撞了，重新再安围栏呢。他就是那个把那围栏撞了。那不可能2段都撞围栏吧？而且有可能啊而且你看这么我告诉你长一段，，这边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就出车祸。那你看这儿在撞，那儿也在撞，那都怎么2段都撞了吧？那可能是一个大车，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定期在要装围栏了。那他也太蠢了。哦，他这新装的，以前好像两边没有啊。哦，是吧是吧？你看这都是新的，以前就是怪不得这么大气味儿。现在要新装的。哎呀，把路扩一扩呀！主要是破门来干啥呀？这破路，这也是新装的，真的就是新装的呀。陈小春加油！陈小春先把那快递管一管吧，给陈小春抖音私信一下。太没正事儿了。你好，我是那个惠州市那个居民。你还指挥上交通上了？去哪里怎么那么远？去别墅。别墅一般就是离市区就比较远。我们路上要开差不多40分钟，别人以前肯定还觉得咱们开玩笑呢。那能开玩笑吗？40分钟。近期直播短视频中存在不文明内容，啥时候？不知道啊？说啥了？
说修路了。前面有人，人咋了？怕你没看清。哦，好多人。找个儿子，找亲人去报警啊，报110，来我们这个直播间没用。凯叔说要去佛山，好像是。佛山去佛山干啥呀？那边有个什么什么拯救什么什么，反正也是吃货节吧，是那种光吃的地儿。那要你一起去啊？咱俩呀？啊，咱俩跟他一起去啊？啊？啥时候啊？哦，说五一过后，五一过后是啥意思？我也不懂。反正我3号可能去不了。五一过后就是五一假期之后吧？那我不知道。那五一过后那就是假期，五一假期之后。佛山那是开车去啊，也不远，感觉。开车去住一两晚吧。上次去开车去也是去的佛山。是吗？去佛山干去了？我跟我那个前任去的呀，开车去的，开的小米，租的车。嗯，深圳租车方便吗？方便，他直接开到楼下，然后你在这楼下啊，直接开到楼下。对，他送我上门，送车上门。对，我前任找的，他可能就是他找东西找的都一般都很厉害，很会找。那你说我不厉害啦？你肯定不厉害呀，你连团购你以前都不会用。好吧，我输给平民了。平民了。哎呀，我平时花销太大了，这种生活我没体验过，不好意思啊。输给平民了。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和县，就是那个和赌王的他孙子吧，那个娶了那个西凤瑶西梦瑶的那个。他说的。不是，他就那啥，他就参加什么那种那个智力大，就是那个就什么啊，我知道这个那种赛，然后他就输一个票，就输给一题什么那个什么早鸟票什么的，因为他不可能去早鸟，就不可能卖早鸟票。他不知道早鸟票啊。对，早鸟票不便宜吗？那段时间他的梗天天在抖音上放。说的我好像能读那啥呢。我之前其实也用团购，但是我没有就是团过那个餐。我一般用团购都是玩密室。团购它有优惠买单，主要有代金券。那确实是没用过。我团购就是买电影票和那个高速堵车的。
电影票不去美团上买还能哪儿买啊？就是淘票票啊，这都属于团购嘛，对吧？淘票票是网络平台，它像大麦一样的那种平台，它不算团购。你去美团上它也不算团购，它也是淘票票的入口，而且美团团购它也不便宜。我用美团还买过那个洗澡的票啊，那个我经常买。抖音也能买，对。抖音现在啥都能买。对，抖音现在很方便啊，我就没想到我觉得抖音能发展成这样。但是抖音还能笑几年不知道。但抖音，你知道，一开始我对抖音其实并不抱有什么太大的幻想，因为抖音就很像初期的抖音，很像之前的小咖秀，就对嘴型了。这玩意儿对嘴型已经有一个平台之前在做了，我就没想到这抖音能做成什么样，结果抖音变成了一个综合的。要不说你没有那个投资眼光的。是。之前那个微信小程序刚出那会儿，我去深圳，然后那个深圳就是有人就跑到我们工作室跟我们同学聊那个小程序，他们要一起做小程序。然后抖音还没火那会儿，然后那个人又跟我们说要做这个抖音，就感觉那个人就很有眼光。那会儿但你觉得小红书算是做起来了吗？小红书算是做起来了。但我这种人还是不会用小红书。我也觉得小红书它的火得很奇怪，就是感觉推广花了不少钱。就是小红书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他们官方举办的，没有用户自发的去那个传播，因为它到不了那个热度吧，我觉得。你看抖音上，一首歌火了，那大家都在拍那个歌；一个舞火了，大家都在跟着拍，那不完全是用户自发的行为。对，那小红书都是官方运营。但其实抖音也很多都是不是自发的。我知道，但是起码会有自发的可能性。抖音好多抖音的自发的大多数都是自发的。对，但是小红书我就觉得一直都是那个自嗨。对，小红书它就是官方运营，就感觉小红书很小家子气，它没有抖音那么大气。抖音的小红书的审核也是，就感觉他们团队非常小家子气。就我就觉得小红书就是，比如说你这条火了，更多的是感觉是小红书，就是想办法让它火的，不是它自然火的。有人，你把远光打开吧，干脆。小红书国外很红，它再红能红到哪儿呢？那你就开呗，那你让对面难受，你总比你撞个人强吧？我小红书它的审核标准都不一样，就是你自己发的东西跟别人发的东西完全一样的内容，可能别人就能过审，你就过不了。就我就有一种感觉，就小红书就是，比如说你这条火了，都是假数据的那种感觉，就是都是就是好像就那个后台说，哎，这个用户发什么东西了，咱们让他火，赶紧去那个就评论去。就有这种感觉，这个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我就是觉得小红书它的标准都不统一，跟抖音不一样。当年小咖秀也很火的。小咖秀我都没听过，可能是我以前就不玩这些。我之前就对嘴型出道的。对嘴型出道的。是的。抖音的对嘴型那也是用户自发的行为吧？它也不是抖音。抖音对嘴型是最早的时期，现在几乎没有。那也是，那估计就是用户自发的，它应该不是官方倡导对嘴型的。不是一开始都是这样玩的，对嘴型是最简单的呀。但是大家没有开发抖音的玩法，所以对这样。它不是抖音要求大家对嘴型的，所以抖音的可能性会可能更多吧。一开始大家不会玩就对嘴型，后来是有人在这块发，人多了就开始发布自己的一些，有点像当时的新浪微博。不就是美国封 TikTok 中美队长小红书火了一下？小红书在国外火也是因为它像 TikTok。那我 TikTok 如果没被封的话，那肯定还是 TikTok 火。小红书我觉得更像一个就是大型的电商广告。而且是那种大家营造那种就是顾客营造素人感。对，但是我觉得它其实都是广告。对，很虚假的那种。小红书最开始就是种草平台嘛，种草那肯定就是广告啊。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它种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广告了。而且是有流量推的那种广告，它不是素人广告。现在那边搜索都已经不可信了，那什么评测？对啊，它是完全不可信啊，都是广告。那些用户也都是为了打广告。傻逼邻居搬走了，哈哈哈哈哈！我们那个傻逼邻居搬走了，太开心了，哈哈哈！扯个横幅，对，扯个横幅，放个鞭炮，写个终于滚了，是吧？然后往那个门口一挂，他估计要气死了，看到这个。他都走了，前天估计搬家搬走了都。他一天能搬完吗？他能。哎，我手机。锁车。我的小狗在坐着等我。这个咋关呢？直接关就行。关不上啊。哎，关上了。就俩快递啊？啊？你看他也在看咱俩直播啊，是吧？咱俩直播这么受欢迎。腿咋瘸了嘞？哎。
看他开心的。这是，这是，这样。水来了吗？喜欢钻裤裆，图图这狗喜欢钻裤裆。哎呀！都跳拔了。这附近都不干嘛？都没有啊。是不是？那有水够不够啊？哪有水？哎呀！不是太累的这是。苹果买的。我玩游戏了，这个手机吧，它电池可能是咋的？从我不知道上这没找。要自己下的游戏，咱也得查。这个鸭子啊，你得赶紧吃，7天的保质期。那这不几天吗3天，还剩4天。要不然我们能到这来取吗？还挺多的嘞，赶紧吃吧。你吃饭了吗？我等会儿没有点方便面。我带你出去吃啊，不让你吃。在家吃啊？那我俩可出去吃了啊。你去不去？你跟他说上去吧。不要，你不去我也。要我就去。我俩去吃个饭。我说的那个，你这直播间不是充那个多少钱的游戏充钱，这游戏钱。我说的，哎呀，他叔叔充的游戏他玩。我说你让他叔叔给你充点。你想？不是他说我你想啥呢？你充啥游戏啊？他不充，他就给我充啥子的，那叫免费的。就说你们两个在车上吵架。他在那整那俩小鸟啊，这干仗干的鸡爪的。旁边没翻走啊？没翻利索呢，他利索点翻。真卖160啊？他说的那到个那。那他要是那边是150，那边是150。跟谁说的？也是那老头。都是老头跟我说的，人都是那老头绿长绿。他俩差10万倒是 OK 的，就是差不多是真的。他那个东北老头也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对呀，我是160。我说要跟那个比是真的。对对。你这是超南将的，他对，那差10万是没问题。那你问一下那个中介，他不知道多少钱吗？那都是中介，他不知道是哪个平台，我问一下。啊。他要是贝壳的话，我们就能查出来。啊。那他这个平台可老多了。对呀，就像来啥的，我很多平台都来拍视频。这小鸟吧，它新出它冷，昨黑都蔫它了，完了让我给它搞颜色了。那个还抖音那个小绿色的，有个蓝色儿，有绿色儿。你这俩你放屋去啊？这楼下多冷啊！放屋也冷。好，这点小玩意儿，咱干仗，哎呀妈，这那个熊那个就熊那个绿色的，那个蓝色的是那个绿的，真冷，你看不堆儿的，因为我都给包好了。现在车还多呢。对呀，车不得多呀。小车。
看见了，能搬走了，挺好。阿姨再见。哎呀，那萝卜干吗？有吗？萝卜干在那个门卫那儿。哦，那咱们得去门卫拿是吧？不知道他是放哪个门卫了呀？哎呀，这严以全不干好事。妈呀，这老太太，这老头老太太70多岁，全狗味儿。擦一下，这会儿不卡了，因为这会儿出来了。图图家可能那个 WiFi 卡吧。刚才好像有女孩的声音，是图图的外甥女，这不是侄女，侄女。老公，我这样擦狗味儿，你会觉得膈应吗？为啥呀？你这不是说之前你那个前任就是可嫌弃擦狗味儿，我也要擦呀。可嫌弃你的狗，你就特别膈应。你不要就是起开那种，我就无所谓。那我可没有，他往上扑我还开心呢。我那个前任就是狗一来，起开别碰我，那种。他也看你俩直播，对，他看我们俩刚才吵架呢，然后就在那说我们俩吵架呢。我妈看，你妈妈跟他讲的，咱俩吵架呢。完了，这印象分又减了。你下去拿一下，我开出去。行。啊，你就说那个30街14号。你开出去你来拿吧，我万一说不清呢。行。就停这儿就行。现在图图他妈妈对我的印象就是吃的多，然后天天跟图图吵架。一股狗味儿，好大的狗味儿啊！家里离别墅多少公里？来回都得2小时。你算算多少公里吧？没有。你说没放这儿啊？那你要不先下播，然后你问一下？不用，这个破萝卜干儿，那个不过期。这不你想吃吗？主要你这不来了一趟，你就问一下呗。我上哪儿问去啊？你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啊？他言语权都没整明白，我觉得他跟我说的就特别模糊。他可能想让你自己找一下。他可能他是跟那个管家说的，然后管家放哪儿了，也没说的特别明白。你有这个管家微信吗？有，但是那个他是先邮到别人家去了，然后人家一直没回来，结果人家回来了以后，然后管家联系那家人，然后说要拿出来，然后放哪儿，告诉我说放那个门卫了之类的，整的可复杂了。你正常放我家就好了呀，放门卫干啥呀？对呀。行啊，这酱板鸭贵，吃酱板鸭的。这酱板鸭这么多，我们这2天天天吃啊，而且还挺辣的，我记得。我告诉他
让他买的是辣的。那得一天吃1只啊，至少。你多放家里几只的应该。妈呀，我妈他们更吃不了。还去哪里？我们现在回了呀，我们现在回家了。去夜市吗？对，先去完夜市，然后回家，再充会儿电。你这个手机充电挺快的，比我的手机快。苹果，你三星什么东西啊？那说明手机那个电池容量小。你三星什么东西啊？那比你苹果强。苹果好。Apple。这边停不了。这有地方停吗？这儿有，嘿嘿。这儿他不让我停啊，这不行啊，不行。这儿不让停，这没有位置停啊。他车前面不是位置啊？他车前面够吗？够位置吗？我觉得够啊。那你不行，你就停往前边停吧。那边肯定。那大车旁边那不是位置吗？大车那儿停这儿吧。小米千元机申请入站。千元机这是不要在我们直播间讲话。小心点。他怎么样从这儿过呀？那傻的人。行了，吃饭去喽。下播吗？小心点。对，下播。小心点，绿化带。拜拜。